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讲《奇迹图》这本书的导读第5哈。那之前我们讲过了，保养品比药品更复杂哦。简单讲就是西药了哈，我们谈西药好了，先不谈中药。西药一个药品大概是1个成分或2个成分，这样它对于这个药物的短期使用、长期使用至少相对是安全一点哈。然后知道它在干嘛，然后对药物的副作用。因为药品成分之间的副作用也比较清楚，可是我们随便一个保养品一放就是40样哈，30样、20样这样放，然后再加上你从洗面乳、化妆水、乳液巴拉巴拉巴拉这样下来，所以事实上你用的更复杂，但这些东西其实也会渗入哈。那对于这段有兴趣的朋友，你可以去回顾我们的1、2、3、4啊。那另外再来我们要谈的第2段，上次也稍微谈过，就是说像很多药物在刚出厂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这里提到的沙利多麦哈，在这个地方沙利多麦或者之前的那个诺美婷，大陆叫曲美哈 ，Sibutramine 哈，这些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安全，而且他们的效果也很好，所以才能上市嘛。可是上市之后，事实上发现了一些问题。那护肤品来了这么久以后，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？有啊，就是之前我们谈的那个像艾利本哈，艾利本也是药厂发展出来哈 ，Etibenone， 然后在大概差不多2003、2004、2005的时候很夯嘛，哈，那时候很夯，后来才慢慢发现，Etibenone 会造成皮肤的刺激啊，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物，你会发现最近2017年的这时候已经比较少听到它的消息。那 Etibenone 至少还是药品哈，对不起，Etibenone 至少还是药品，所以有些那个类似医师啊哈，什么事还会监控到，可是其他成分我们事实上是没有监控到的。那这个还是指比较强效的东西，那有些比较弱效的东西，它可能并不是这样产生，它是慢慢的累积哈。那这种累积产生的问题其实也不小，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另外一个哈，就是比较简单的保养品成分的伤害，在肌肤监测上面会看到什么哈？那我们在肌肤监测里面，其实跟各位讲一下，今天会跑比较快哈，就是说，基本上我们发现保养品的伤害哈，在影像上粗略可以分2种，一种叫那个滋润型保养品，一种叫清爽型保养品哈。那滋润型保养品跟各位讲一下哈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这样哈，这里有一张我们要放给各位的图了哈，在这里给各位看一下哈，就是基础的图。滋润型所有的保养品都是这样进来的。我们后来发现，在反过来肌肤监测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从毛孔里面吐出来，黏黏啊什么的，那皮肤当然也会破碎啊。所以我们猜测，后来那个有一些 paper 也证明哈，就是说保养品的渗入很可能是以这个为主渗入，然后这个为次渗入啊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用的是很浓稠的，你把它想象成凡士林类哈，它大概进不来，它主要的这结构在这里，所以滋润型的产品在这里会造成表皮的伤害比较大一点哈，或者表皮的扰乱比较大一点。那深部的扰乱看起来相对小一点，它最多就是塞住毛孔，那毛长不出来。可是清爽型的，它会沿着这个线管进来，然后对皮脂腺，所以大部分清爽型都有控油啊、抗生的那些的作用的时候，当它有这种作用的时候，它对我们观察的那个在肌肤监测下，我们主要的观察是它对毛囊的刺激、毛囊的破坏跟毛囊那个深部的血管发炎哈。所以清爽型跟滋润型对我们来说的差异就是在表皮啊，所以你可以发现滋润型的长期伤害哈，清爽型长期伤害，这个我们在书上都会写得很清楚了哈。所以今天先讲到这里哈，大概也差不多4分钟了。就是说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啊，一般的保养品的上市监测哈，我相信很多厂都很认真做，他会告诉你，虽然现在不准用动物实验，可是大部分的那个成分都是安全的哈。所谓都是安全，是指在使用的剂量上安全。可是上市以后的消费者的长期使用或消费者的滥用，会造成另外问题。还有这些成分在短期的互用之下没有问题，可是长期的特别是那个各个东西，比如说洗面乳、化妆水、乳液叠加下来，再加面膜哈，这样叠加下来，它产生的风险，其实是我们皮肤科医师所担心的，这也是目前所谓敏感性肌肤最常见的来源之一了哈。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会入那个肌戒毒的这本书导读第6。